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这期你好星期六走得太远了，不仅杨紫变土气，整个客串也变作。上周你好星期六官宣的时候，就因为杨紫和徐松的嘉宾阵容而受到了很多关注。相信很多观众都是为了这两位嘉宾来看节目的，毕竟他们很少出现在综艺节目中。不仅如此，王鹤棣的回归和李雪琴的加入也为节目加分不少，而原本包括秦霄贤、冯曦在内的嘉宾阵容早已是好戏中不可或缺的一员。6组，除了常驻嘉宾，本期邀请的飞行嘉宾也是各种梦幻联动，比如曾与王鹤棣合作过新版《流星花园》的陈月惊喜现身《流星花园》。节目中，陈月虽然说自己3年没见过王鹤棣，但两人见面后依旧嫌弃对方，停不下来，这是何等的伤害。徐松和杨紫这两位最受关注的嘉宾，一个贡献了很多笑声，另一个掀起了回忆的浪潮。你好星期六因为杨紫成为一档爆笑搞笑综艺，又因为徐松在芒果综艺出道，连续5首歌曲让现场嘉宾和观众泪流满面。徐松张开嘴唱的不仅是经典歌曲，还有80、90后的青春回忆。挥头引来全场大合唱，收官曲《植物脸》配合节目组为徐松准备的惊喜，粉丝与偶像的互动将动人的情绪推向高潮。许嵩虽然表现得很淡定，但还是能看出他眼中的释然。不用说，看到这一幕真的让人泪腺控制不住，再加上现场粉丝表白对许嵩的爱意，更是说出了无数粉丝的心声。杨紫作为你好星期六的常驻嘉宾，不仅在本期节目中亮相，还可以为后续节目带来更多关注和流量。不过从她在这一期的表现来看，带来热度是一方面，更关键的是杨紫能够以活泼的性格为节目带来更多的笑点。综艺节目选对了嘉宾，事半功倍。比如这一期不仅有秦晓贤、王鹤棣等自带幽默感的嘉宾，还有徐松贡献高人气的杨紫。但这还不够，游戏环节的设置直接决定了嘉宾们能否发挥出他们的爆笑才华。在这一集里，没有什么比带假流苏更让人印象深刻的了，太好玩了。不仅杨紫变土气了，整个剧组的嘉宾也变得杀气腾腾，就连徐松也逃不过非主流造型的支配，但越土气越搞笑，节目效果直接拉满了。杨紫戴上假刘海，主要是因为和唐建基的私仇，赢了比赛，然后选择了油腻厚重的刘海戴在杨紫的头上。原本的刘海看起来很沉闷，中分一出来就有了小姐姐的灵气感。刘海戴上后，杨紫的答案一直没有正确答案，甚至连唱歌都不会。何老爷子调侃杨紫说刘海封印了她的智商，唐建基却是逃过一劫。刚上节目时身穿紫色套头衫扎双马尾的杨紫，看起来像个甜美可爱的邻家女孩，但一头刘海直接毁了整体造型。节目组为嘉宾准备的刘海可谓造型各异，虽然是之前带刘海的输家，但最后大家都顶着奇怪的刘海造型，毁掉了杨紫的造型。唐建基穿的是同款与杨紫的铁铮铮，这潇洒又带着几分魅惑的眼神，仰着头，一副帅气的姿态，简直就是看准了45度角非主流写真的精髓。旁边的翟天临就更奇怪了，显然根本不顾自己的形象。他在社交平台上是一个阳光的男神，在节目中出现时，他也是穿着皮夹克，帅气十足。www.stilt.cn 宠物网颜值再高也撑不住了，头上戴着多个刘海，真是让人越看越顺眼。句号，秦晓宪的刘海确实有点随意，但因为他是黑发，所以一点也不违反和谐。感觉他是偷偷戴了一个假发，显示了头发的数量，但是没有很好的显示出腮子，再配合上秦晓宪的眼睛，看起来有点不太聪明。王鹤棣总是那么自信，即使是用一个奇特的刘海遮住整个额头和一只眼睛，也能露出自信的笑容。挺多的刘海挡住了我的眼睛，但挡不住我的帅气。我觉得这种自信和闪亮的味道也是很非主流的。李雪琴的黄色刘海毫无违和感，不仅和她原来的头发长度一样，甚至连发质也看起来非常相似。虽然造型上对马特的杀伤力不大，但黑发和黄发都充满了个性。
沈月的假刘海看起来很多余，但一点也不妨碍她的美。从整体造型来看，恐怕是最正常的一个。最有趣的是许嵩，我以为在这一集里，他只需要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，唱完几首经典歌曲，他就能稳坐文艺女神的位置了。与其他嘉宾不同的是，加上记忆的滤镜，许嵩显得越发帅气。然而，留着刘海的许嵩似乎完全改变了他的性格。他不仅不时地扭动头发，而且似乎与这样的杀马特融为一体。每一个动作都有非主流的味道。赢了比赛后，站起来走路都是酷酷的、拽拽的，抖抖腿，放开手，扔扔衣服，这种姿态谁也没见过，极其嚣张。如果没有这一部分，就看不出许嵩是个资深的非主流。其他嘉宾留了刘海后有了微妙的变化，但许嵩似乎被带回了80、90年代的主场，染上了彩虹般的色彩。每一个表情的操纵，每一个动作的设计，都在传达着兄弟只是个传说。又一个自带 BGM 的男人来了，他的名字叫马特。当这样一群杀人不眨眼的马特拍照的时候，美得让人看不下去。如果不是他身上的衣服，那就很正常了，真的到了非主流的时代了。句号。本期你好，星期六准确诠释了什么是土到极致，潮到极致。嘉宾们齐心协力，在一场场比赛中挖掘出自己的搞笑天赋。来的时候都很好，玩个游戏都显出真身，但观众笑得越开心，节目就越成功。可见，你好，星期六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方法。02，孟子义透露自己曾被娱乐圈孤立，艺人不愿意和他交朋友，综艺节目被退回。说起孟子义这个名字，一定与黑色和红色有关。为了追求美丽的外表，他被袁咏仪骂得狗血淋头，不顾角色需要涂指甲油拍陈庆龄。在众多争议的背后，他已经成为综艺节目中的热门人物。在7月24日晚的综艺节目中，孟子义透露，从2018年到2019年，他经历了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。当圈内艺人看到他的弯路时，综艺节目也取消了他的邀请，他濒临黑色和红色崩溃。2018年，孟非参加了《陈情表》，出演了女主角的温柔乡。这个在原小说中并不重要的角色突然成为女主角，也引来不少粉丝的抵触，甚至认为孟子就是女主角，激金入组，为自己加戏。与此同时，孟子义和肖战的剧组照片也相继被曝光，外界质疑剧组在女主角的温情上加了感情戏，这也让争议再次加大。对此，孟非忍不住在社交平台上否认了加戏的传闻，并否认带资入组，这让争议稍稍平息。没想到，在2019年播出的剧集中，孟子义又遭到了质疑，尤其是他在古装剧中出现裸露的指甲油，被指因为偶像的包袱而完全放弃了对角色的尊重。对孟子义的质疑也不全是猜想，因为2016年他以学生身份参加1年级的录制时，跟随袁咏仪到横店体验该剧的拍摄，但因为不满意要把角色变丑，就私自换装，从服装到化妆，这样不专业的行为让袁咏仪当场发火。同年，孟子义因参加表演比赛节目，在郭敬明导演的短片中擅自再次换装，被郭敬明嫌弃，说他按照网友的审美规范化妆，偏离了角色。孟子义随后发长文解释说，因为郭敬明的化妆师不能同时照顾2组人，所以他用了自己的化妆师，而郭敬明当时不知道真实情况，误解了情况，他在第一时间修改了妆容。他肯定自己又一次被误解了，很想摆平。孟子义此番表态虽然接连欢迎化妆师和郭敬明为其澄清，但争议仍如沸沸扬扬。从最初的娱乐圈新人到如今的话题女郎，孟子义也成功地走上了黑红之路。就在外界认为她黑又红的时候，孟子义在7月24日晚的综艺节目中表示自己过得并不好。在娱乐圈的现实中，当时很多艺人都不愿意和他做朋友，不想和他交往，怕被绊倒。此外，他曾经接手的综艺节目也相继打退堂鼓，虽然他的人气飙升，但没有人喜欢他。这种情况也让他开始怀疑自己的生活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直到2021年，因为他和宋丹丹、张翰一起录制了一档综艺节目，才逐渐被外界对他耿直的性格有了新的认知。
这让他非常感谢节目组在当时顶着压力邀请他参加这场邂逅。孟子义的话不假，因为参加这个节目的录制，让她变成了一个有点小心翼翼却又不失聪明的大姑娘，走的是现实版傻白甜的路线，意外的走红了。即使看到同行的嘉宾，孟子义也会笑着说：“我没有传言中的那么讨厌吧。”正是以前的争议和槽点，意外的成为孟子义的转折点。此次在节目中，孟子义也感慨，在经历了曾经的黑与红历程后，他感谢自己没有被打败，明白自己也可以被观众喜欢，而之前的经历都已经可以消化了。孟子义的话很真诚，让宋丹丹等人拍手叫好。但孟子义现在比2年前自我怀疑的时候更加肯定。就在2022年夏天节目录制完毕后，他依然在社交平台上回击曾经在《陈情令》中加戏的传闻，并将这段戏从自己的作品资料中删除。尽管这段戏再次成为话题，依然充满争议，但他的态度却硬朗了许多。可见，这段黑与红的经历确实让孟子义内心更加强大。也许他也明白了，作为一个艺人，有话题总比没有话题好，黑红也能带来机遇，这已经成为娱乐圈的另一种生态模式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